一夜之间，天气好像真的就冷了。今天咱们就来做个热气腾腾的酒酿圆子羹吧。在这个寒冷的季节，让你喝上一碗，暖和一整天。话不多说，开始操作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小圆子1小碗，酒酿适量，甜玉米粒少许，野生小苹果1个，泡发的枸杞1小撮。我们再来准备鸡蛋1个，用你灵巧的小手把蛋清和蛋黄分开，然后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把蛋清搅散，用筷子滤去蛋清表层的泡沫，否则后期烹饪时圆子羹里会有气泡影响卖相。我们再把苹果去皮后改刀成小颗粒，开始烹饪。向锅中加入水适量，当水处于微沸状态时倒入小圆子，小火开煮，大约1分钟后，圆子由沉底变为漂浮在锅面上时，加入白糖适量，下入酒酿和玉米粒，稍微煮一下，我们可以看到圆子已经膨胀变大，说明圆子已经被煮熟煮透。开始第一次勾芡，第一次勾芡可以薄一点，只勾基本芡，然后开始第2次勾芡，第2次勾芡可以浓一点，然后进行第3次勾芡，第3次勾芡要少而浓，使其形成定型芡。第3次勾芡完毕后，撒上苹果粒，然后倒入鸡蛋清，边倒边搅，使蛋花分散均匀。出锅。人到中年不得已，圆子羹里撒枸杞，用勺子在碗中画几个圈圈，使蛋花呈现规则的圆形，再撒点朱古力彩针点缀一下，搞定了。1日3餐记得按时吃饭。总结：1. 经验之谈。做此菜时，若是用全蛋液，这样做出的圆子羹颜色不洁白。勾芡时，芡粉勾得越稀，圆子越容易漂浮在锅面上，但若是芡汁过稀，又势必影响口感。具体如何，灵活变通吧。2. 经验之谈。做此菜时，有人喜欢先给圆子焯水，然后再制作。好处是圆子焯水后，煮出的圆子羹汤汁更洁白，但焯水势必会使圆子失去本身的面香味。3. 还是经验之谈。我们选择在锅中水微沸时倒入圆子，小火慢煮，不要用大火，否则圆子滚动沸腾时极易破裂。圆子煮熟煮透膨胀变大时再勾芡，若勾芡过早，圆子很难煮熟；若勾芡过晚，圆子熟透后易碎裂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是李有才，一直感谢你的关注和认可。